一辆疾驶而来的货车，男人弄丢了女孩给他的联系方式，可当他求女孩重新给他写一个时，却被女孩当场拒绝。That was a sign. Fate's telling us to back off. 可一番思考过后，女孩还是决定再给男人一次机会。她拉着对方随意跑进了一家酒店，打算玩一场缘分的游戏。If we both randomly pick the same floor, we're meant to be together now. I don't understand this. You don't have to understand, you just have to have faith. Faith in what? Destiny. 说完，女孩便将刚买的手套丢给乔森一只，随后她毫不迟疑地按下了那个决定命运的按钮，只留下乔森一个人面对着3排按钮不知所措。在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好随便挑了一个，不知是巧合还是心有灵犀的默契，乔森与女孩竟然同时锁定了23楼。可天不遂人意，就在乔森满怀憧憬之际，一个熊孩子突然闯入电梯。小孩一上电梯，二话不说就直接把所有楼层都按了一遍。Don't do that! Don't press those! Hey, calm down. He's just a kid. 率先到达楼层的莎拉满怀期待地走出电梯，她环顾四周，却并没有看到乔森的身影。她的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失落。但尽管如此，莎拉仍抱着一线希望，在电梯口等待许久。可10几分钟过去了，电梯门数次开合，莎拉始终没有见到那个心心念念的人。或许是缘分的捉弄，他们这一次注定要擦肩而过。当莎拉心灰意冷地关上电梯门的那一刹那，乔森却从另一部电梯中姗姗来迟。迟到的乔森不甘心就这样错过，他连忙追出酒店。幸运的是，莎拉并未走远。然而对于深信缘分的莎拉来说，这一连串的错过无疑是上天的安排，暗示着他们的爱情就不应继续。于是在面对乔森的再次表白时，莎拉依旧选择了拒绝。 Fate's telling us to back off. If fate didn't want us to be together, then why did we meet tonight, huh? Gotcha. Well, I don't know, but it's not an exact science, it's a Well, feeling. what if you're wrong? Huh? What if it's all in our hands and we just walk away? No names, no phone numbers, nothing. What do you think's gonna happen? You think good old fate is just gonna deliver my information right to your doorstep? 看着乔森满脸愤懑，莎拉心中微微一动，决定再给这段缥缈的缘分一次机会。她拿出一张5美元的纸币，让乔森在上面写下自己的地址和联系方式。然后她转身跑向路边的杂货店，用这张承载着缘分的纸币购买了一盒口香糖。这一离谱的操作让乔森看得目瞪口呆。 Hey! What the hell was that? Well, if that $5 bill makes its way back into my hands, I'll be able to call you. And when you hear my voice on the other end. 虽然乔森认为莎拉的行为毫无逻辑可言，但他仍不愿放弃这缥缈的缘分，因为仅仅依靠一张纸币来维系的关系，未免太过脆弱。于是为了更公平地验证他们之间的缘分，莎拉灵机一动，拿出一本名为《爱在瘟疫蔓延时》的书。她在书的扉页留下自己的名字和电话号码，告诉乔森自己将把这本书卖到二手书店。如果这本书能再次回到乔森手中，那无疑是上天对他们缘分的肯定和安排。可乔森依然不肯放弃，他只知道遇到了就要努力去争取，而不是等待奇迹的降临。于是他邀请莎拉到隔壁的甜品店吃蛋糕，而他之所以选择这里的原因，是因为这家蛋糕店的名字就叫命中注定蛋糕店。乔森与莎拉在这里相谈甚欢，两人置身于一个只属于他们的世界，美食与笑语交织，气氛愈发甜蜜而愉悦。然而当告别的时刻悄然逼近，乔森鼓足勇气想要再次向女孩要一个联系方式，可莎拉却微笑着向他靠近，轻轻地印下一枚深情的香吻，然后告诉他，如果我们真的有缘，那么未来一定会再次相遇。说完，他就头也不回地上了出租车。乔森愣在原地，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失落感，因为他连对方的名字都不知道。看来这段缘分注定是要错过了，而事实也正是如此。那次相遇之后，他们再也没有遇见过彼此。转眼3年光阴匆匆流逝，如今的乔森已是事业有成，且在母亲的悉心撮合下，与一位温婉贤淑的女子定下了婚约。可他的生活越是美满，莎拉的面容就越是挥之不去。每当路过书摊，乔森总会情不自禁地停下脚步，翻看那本名为《爱在瘟疫蔓延时》的书。他心中总怀着一丝期待，希望能从中觅得莎拉留下的痕迹。可每一次的翻阅都让他失望，因为书的扉页始终空白一片。随着父母与未婚妻的不断催婚，乔森也不止一次地想过放弃莎拉。可缘分使然下，莎拉的名字却无时无刻地出现在乔森的生活。高尔夫球场的工作人员叫莎拉，理发店的发型师说自己叫莎拉，甚至在上班的路上骑行的路人，他口中唱的甚至也是有关莎拉的情歌。似乎全世界都在提醒乔森，莎拉就是他今生唯一的命中注定。然而现实却总是与乔森开着残酷的玩笑。他跑遍了城市大大小小的书店，却始终未能找到那本被莎拉卖掉的《爱在瘟疫蔓延时》。每一次的失望都让他感到心力交瘁。可人生好似就是一场希望与失望不断交替的旅程。就在乔森即将绝望之际，命运似乎又为他打开了一扇窗。乔森在家无意间翻到莎拉送给他的礼物袋，里面是一只不起眼的黑色手套，但手套里却隐藏着一张字条。他小心翼翼地展开，随后眼前顿时一亮，因为那正是莎拉当年购买手套时的付款发票，上面清晰地印着他的信用卡账号。
号。这一刻，乔森的心跳突然漏掉了几个关键节拍。他突然明白，如果不能与那个一见倾心的女孩共度余生，那这件事必将成为他心灵深处永远无法抚平的遗憾。于是，乔森毫不犹豫地奔向了他们初次相遇的那家礼品店，希望通过莎拉的付款记录找到她的地址。可工作人员却告知乔森，那些资料早已被删除，但好在留有付款人地址的单据还保留在仓库。当乔森怀揣着激动和期待的心情找到了莎拉的家时，房东却告知乔森，莎拉早已搬离。乔森心中再次涌起一阵失望，但他依然没有放弃寻找，因为他们的缘分还远未结束。与此同时，远在英国的莎拉也从未将乔森从记忆中抹去。虽然他在父母的安排下已有了未婚夫，但未婚夫正面看似正人君子，背后却隐藏着冷漠与疏离。表面上未婚夫会将莎拉介绍给自己的好友，甚至还不时给予她生活中的小惊喜，一切行为看似完美无缺。可莎拉却敏感地察觉到，他对自己并没有真挚的情感，因为未婚夫为了和朋友去夜店喝酒寻欢，竟让莎拉独自淋着大雨回家，甚至在求婚的重要时刻，他的戒指尺寸都3番5次的选错。这些细节上的疏忽让莎拉心寒不已。每当这些生活琐碎涌上心头，她都会想起那个幽默风趣的乔森。尽管他们的相遇只如昙花一现，可短短几个小时的交集却在她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乔森身上散发的缘分气息早已深深触动她内心最柔软的角落。最终，莎拉决定遵从内心的呼唤，与未婚夫分道扬镳，因为她知道自己的心底始终有一个位置留给乔森。难过之际，她向闺蜜讲述和乔森相遇的故事。他们的缘分始于一家精致的精品店，仿佛命中注定般，两人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落在了同一双手套上。但乔森绅士地将这一手套让给了莎拉。之后，他们顺理成章地来到一个流光溢彩的溜冰场，漫天飞舞的雪花与四周的璀璨灯光交相辉映，两人仿佛置身于童话世界，营造出一片五彩斑斓的梦境。在这份梦幻中，他们轻盈的身躯并肩滑行，彼此间的距离愈发拉近，轻松的话题也让他们聊得更加投机，就像是相识已久的老友。莎拉忍不住向乔森提出了一个深藏心中的问题。 Favorite New York moment? This one's climbing the charts. 这番颇为煽情的言论犹如一阵微风，在莎拉的心湖泛起阵阵涟漪。喜悦中，莎拉脚下一滑，摔倒在地。乔森匆忙将她扶起，他细心地为莎拉处理着伤口，轻柔的动作中透露出无限的温柔。他还顺手为她拂去头发上的雪花，暧昧的气氛在两人之间不断蔓延。而乔森只是点到即止般的亲吻了莎拉的手臂，这份既亲密又尊重的举动让莎拉不由得心动起来。于是，在两人分别时，他便将自己的联系方式写在了一张纸条上。或许如果没有那辆突如其来的货车捣乱，两人现在应该已经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听闻这动人的故事，闺蜜十分羡慕莎拉的缘分，她坚信乔森就是莎拉的命中注定，当即怂恿莎拉去纽约寻找乔森。可现实却往往不如人意，两人在纽约的街头巷尾穿梭了整整5天，也始终未能打听到乔森的半点踪迹。无论是那家见证了他们相遇的礼品店，还是曾共度欢乐时光的滑雪场，亦或是离别时匆匆一瞥的酒店电梯，莎拉都一一寻过，可结果却都令人失望。最终在那家来过的甜品店里，闺蜜顿然领悟，真挚的爱情绝不能靠缘分。她忍不住地劝莎拉认清现实，她告诉莎拉，这世上没有所谓的命中注定，人也不能仅仅依靠缘分而活。You figure it out. You think, you realize that life isn't some elaborate stage play with directions for the actors. Life's a mess, Sarah. It's chaos personified. I have to give it all up now, don't I? Loves you very, very, very much. It's not giving up, it's growing up. 面对闺蜜的劝说，莎拉无力争辩，只好听从建议，带着沉重的心情打道回府。但莎拉未曾察觉，服务员找给闺蜜的零钱正是乔森当初留下电话的那张。而更巧合的是，他们前脚刚坐上出租车，乔森后脚就赶到了甜品店。命运再次让他们阴差阳错的失之交臂，只留下彼此在时光里默默叹息。乔森的目光无意间掠过旁边的婚庆店，那些飘逸的白色纱裙和温馨的祝福字样，让乔森突然陷入了慌乱之中。他恍然明白，也许莎拉早已成为他人的新娘，甚至可能已经是某个小生命的母亲。他突然质疑起自己这段时间的执着寻找，是否只是一场可笑的独角戏，是否只是个荒唐的错误。 It's over, man. What? It's not in the card. This is a sign. Me never finding the book. That's a sign. Sarah never finding the $5 bill. That's a sign. That's lucid. Look, I don't know, man. Maybe there is no fate. And if there is, it's not working for me. If you don't do this, you may never find out who Sarah is. Maybe I was never supposed to. I tell you, all this is just a maze designed to lead me directly back to where I started. Just get married.
就这样，乔森黯然放弃了寻找莎拉，选择将那个星光璀璨的夜晚深埋心底。与此同时，莎拉和闺蜜刚回到酒店，就在电梯口偶遇了闺蜜的大学同学，而这位同学竟是乔森的未婚妻。对方热情地邀请他们参加今晚的结婚彩排，然而莎拉却婉言拒绝，独自回到了房间。就这样，她与乔森再次错过了相遇的机会，两颗心在茫茫人海中孤独徘徊。夜幕降临，莎拉孤身一人在大街上游荡，不知不觉间来到了当初的那个溜冰场，陈旧的回忆如潮水般涌入脑海。她不由得想起了3年前的那个晚上，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可惜她没有抓住那段美好的缘分，让她在指尖悄然溜走。婚礼彩排上，放弃了寻找莎拉的乔森有些心神不宁，未婚妻敏锐地察觉到了他的异样，于是，在彩排结束后，送给了他一份特别的礼物。乔森拆开礼物包装，突然愣住了，因为这是一本他寻觅已久的《爱在瘟疫蔓延时》。这些年，乔森对这本书的执着追求，未婚妻都看在眼里。虽然不知道他为何如此在意这本书，但未婚妻知道这本书对乔森来说一定有着特殊的意义，于是他便费尽心思找来了最初版的珍藏本。乔森习惯性地翻开了扉页，而上面的字迹清晰可见，那正是他苦苦寻觅的、埋藏在心底里的那个人的名字。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一刻，乔森明白了，他与莎拉之间的缘分还未结束。虽然对不起未婚妻，但乔森和他解释后，还是决定追随莎拉而去。他毅然决然地离开酒店，踏上了寻找莎拉的旅途。他连夜飞往莎拉所在的城市，根据电话里的提示，他找到了莎拉的住址。然而映入眼帘的却是屋内一对男女亲密的场景，他的心如同被冰霜覆盖，瞬间凝结成灰。他苦涩地安慰自己，或许这才是命运最好的安排。然而造化弄人，他并不知道屋中的女子其实是莎拉的孪生妹妹。而另一边，因为闺蜜计划要参加婚礼，莎拉只好独自坐上返程的飞机。飞机起飞前，乘务员微笑着推销耳机，莎拉想要购买一副，却发现自己拿错了闺蜜的钱包。当她把钱递给乘务员的那一刻，突然发现那上面竟写着乔森的住址和电话。她的心跳瞬间加速，因为这就是她一直在寻找的线索。命运似乎在此时开了一个玩笑，却又意外地送来了希望。她激动地抢回那5美元，不顾一切地跑下飞机，按照上面的地址找到了乔森家里。可邻居却告知她，乔森此时应该在酒店举办婚礼。莎拉的心再次被提起，她立刻打车前往婚礼现场，却在途中遭遇了堵车。她毅然决然地跳下车，沿着街道狂奔。当她气喘吁吁地来到酒店时，终究还是晚了一步，婚礼早已散场。她的心如同空荡荡的宴会厅一样，缺失了一角。莎拉的眼泪夺眶而出，她这一路的找寻和奔波，换来的却是咫尺天涯的遗憾。就在她万念俱灰准备离开时，酒店的员工却告诉她一个让她喜极而泣的消息。 But don't worry, you'll get your present back. Excuse me? You asked if it was over. The truth is, it never even began. Yeah, I called the whole thing off this morning. 这句话穿透了莎拉心中的阴霾，让她重新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她不由得喜极而泣。她决定留在纽约，继续寻找乔森，找回自己当初亲手送走的幸福。或许这是冥冥之中天注定，又或许爱真有天意。她的心突然一动，想起了昨晚遗落在溜冰场的衣物，似乎有些重要的线索正静静躺在那里等待她。与此同时，乔森孤独地在大街上游荡，每一步都显得那么沉重和无力。但命运的指引总是那么神奇，不经意间，他竟又走到了那个充满回忆的溜冰场。在长椅上，一件熟悉的女士夹克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没有多想，拿着外套坐在溜冰场的最中央，然后从口袋里掏出那只黑色手套，凝视着它，仿佛看到了自己现在孤单落寞的影子。就在这时，天空中飘起了雪花，每一片都像是从过去飘来的回忆。乔森躺在地上，任由雪花覆盖他的身体，回想着过去的温馨与美好。突然，一只手套从天而降，伴随着雪花的飘落。他回头一看，那个熟悉的身影正站在雪中微笑着看着他。这一刻，他开始相信缘分，相信这是他前世已定今生绝不能再错过的姻缘。他们相互凝视着，泪水与思念如潮水般涌出。在这一刻，所有的灯光都黯然失色，只有他们两人在雪中独立相互走向彼此。那些言不由衷的懊悔和绝望，都在这一刻得到了释放和救赎。这段爱情终于有了意义。I'm John. I'm Sarah. 他们的爱情很奇特，是如此的相思相惜，却又在命运的薄雾中相互寻觅。纵然缘分的捉弄让他们错过了无数次相拥的机会，然而爱神的红线却又神奇的将他们一次次引回彼此的身边，最终在双方的心中再次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或许我们曾怀疑爱情是否早已由上天铺就，然而最终我们都会明白，想要得到真爱，光靠缘分的眷顾是不够的，更需要的是勇敢的行动与坚定的信念。因为缘分是一种玄妙而又难以捉摸的东西，它让人怦然心动，念念不忘，又让人惴惴不
不安，辗转反侧。有些人短暂交错，尾声潮落，在故事的最后致敬这场遇见。有些人认为有缘自相逢和求心中意，相信真挚的爱情是命中注定。可无论何种爱情相遇都不一定有美好的结局，但无论如何，所有的相遇都一定有意义，因为再见容易，再见却很难。所以缘分或许天注定，但更需要我们去努力争取和守护。倘若我们在爱情的道路上勇往直前，方能收获那份属于自己的幸福。